大家好，我叫白魔法，是今天的主讲老师。今天给大家讲的是素描基础课。首先呢，我们就是来认识一下我们的绘画工具。今天就是我们的素描课和就是传统的素描课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我们是用电脑绘制，电脑上的 Photoshop 软件。那用到的工具也是 PS 软件里面自带的笔刷、橡皮等工具。那现在老师先介绍一下我们主要用的工具的一些快捷键，方便大家在练习的时候，大家也可以就是用就是电脑绘制，也可以在纸上绘制，其实是方法是一样的，只是工具不同而已。那我们用的那个笔刷就是快捷键 B， 是笔刷，1快捷键1是橡皮，L 是选区。那 Ctrl-Alt 加 Z 就是返回上一步。是返回上一步。主要是用到这几个工具。那如果后期有用到其他工具，老师会再讲。那今天老师接下来会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就是示范一个正方体的正方体的几何体，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它的就是3大面和5大调，也就是这节课的就是主要核心知识点。那是哪3大面和5大调呢？就是亮面、灰面和暗面，这是我们所说的3大面。是亮面、灰面和暗面，这是我们的3大面。那5大调呢？就是在这3大面的基础上，再加上明暗交界线，还有反光，还有投影，这就是我们综合起来就是我们的5大调。那亮面呢？亮面它是物体受光线90度直射的地方，这部分受光是最大的。灰面呢？灰面就是受光的侧射部分，是明暗交界的过渡地带。过渡地带从亮面到暗面的过渡地带就是灰面。亮面呢调子是最浅那如果我们亮面就是受光的焦点呢，我们会叫它高光。但是就是这要看材质，有一些光滑的材质，比如金属啊、玻璃啊，它这些材质的高光呢就会比较明显。那有一些材质啊，比如说毛发呀那些材质，它们的高光就会不太明显，甚至是看不到。那明暗交界线呢，它主要是由于它受到的环境光的影响，又受不到主光源的照射，因此它就是对比强烈，给人感觉调子就是是最深的明暗交界线。那反光呢？那么我们的反光是暗部由于受到周围的反射作用，会产生反光。反光作为暗部的一部分，那要比亮部最深的中间颜色会要更深。投影呢，就是指物体本身的影子部分，它作为一个大的色块出现，也算是5大调之一。投影的根部会清晰一些，那远处呢会模糊一些。
接下来老师会围绕着这3大面和5大调示范一下就是正方形几何体的绘制方法。我们现在新建一个画布，在这个基础上去作画。那为什么老师会在最初选择一个正方形，而不选择其他的形体去讲素描呢？因为就是它正方形是几何形体中就是最基本的形体，它也就是等于任何东西它也可以，很多东西都可以由正方形去演变而来。那它正方形是由6个完全相同的正方形围成的一个立体图形。它每个面过渡的都很直接。那我们画它的时候呢，那就要注意它每个面过渡需要就是注意让它就是光过渡的自然一点。首先我们新建一个画布，新建一个图层，就是快捷键 B 选择这个画笔工具，确定好构图。我们先在脑海里面就是想象一下，就是构图，像我们只是画一个就是正方形的话，还是比较简单的构图，只要让它就是确定好它在画面中的位置，就是用长直线概括出这个正方体的轮廓。那我们就概括一下它的轮廓，确定它的在画面中的位置。用长直线去画。现在我们就是用长直线概括出这个轮廓，然后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确定一下这个正方体它的光源假设它从这个方向过来，那我们就可以确定出它的投影应该是在这里。
确定出投影。那我们就是接下来呢，就给统一就是给暗部和投影上色，然后并区分出暗部和投影的颜色。那我们现在这边给暗部和投影上色要注意的呢，就是不要一开始就涂得很黑呀。我们还是注意一下。也可以用选区工具帮我们就是快速的选择需要绘画的区域。我们在画主体的时候，也就是可以就是刻画一下背景，因为我们在刻画背景的时候，也可以就是烘托出主体嘛，整体作画。现在我用了选区工具，把它就是把背景区域选出来。注意一下这个投影，就是它是前重后轻，但不要画得太实了，前实后虚。前面可以就是离它近的地方可以实一点，越到远处就可以虚一些，颜色也可以更浅一些。
部主要是处理一下明暗交界线与反光之间的过渡。OK， 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加强整体的明暗对比，就是我们画的时候要，就是明暗交界线，它不是一根线把它当成一个面去处理。然后再接着我们开始给灰面加上颜色。像我们就是用笔的时候，不要就是这样随意的来回涂，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它的结构，就是跟着它的结构去画线，去画阴影。接着我们处理一下亮部。注意它们的整体关系。亮部应该是属于最亮的面。
们再处理一下，这个投影，让它更就是虚的地方再虚一些。投影的边缘虚一些。近处的投影实一些，颜色也会更深一些。注意过渡自然。暗部也统一也处理一下，让它就是可以更烘托出主体在关系上面。好了，这个正反体我们就画完了。那我们就来巩固一下我们开始课前的，就是那个整节课的知识点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就确定光源。确定好光源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确定它的投影。投影呢，一定要注意，虚实，靠近主体物这一块，靠近主体物的这边会实一些，越到远处呢就会越虚一些。那我们的确定了投影呢，我们根据光源，我们会有亮部、亮面、三大面、亮面、灰面和暗面，这是我们的三大面，加上明暗交界线，明暗交界线，再加上反光，反光是在这个区域。
就构成了我们的5大调。大家只要记住这些，就是他们的关系，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就是对于我们画素描是没什么问题的。OK， 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完了。那我们下节课会继续巩固这节课的就是主要知识点，给大家示范一个几何体。那